嘿，你们好哈。那这是今天的3张牌。那如果你要看久一点呢，你可以按下暂停。如果你已经选好了号码，记得在留言区做一个更强的连接哈。那不啰嗦，我们就开始喽。好，那我们现在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哈。我们这边会有5张牌：皇后、恋人、圣杯3、死神、金币5哈。这5张牌会自己各自组合然后会有不同的面向来看。那我们以今天这个题目未来1个月来说，我们会从1个月为主，然后可能会后面再延伸到第2、第3个月，所以你大概再听一下。所以呢，这里的主轴一开始，接下来1个月里会有一个意外的出现，就是会有一个重新让你相信爱情的一个，基本上是陌生人的出现呐。那你整体的能量会从观望，然后转向于回到生活里。这5张牌的组合其实。我觉得它本身就有带来一个很明显的转折，就是你即将遇到一个，它会让你重新感受到我也能被喜欢的这件事，然后非常真实。我觉得这不会是一个太戏剧化的一个邂逅啦，也不会突然出现强烈的吸引，而是一种慢慢的靠近，然后越靠近越有感觉，是这样子的一个氛围。我觉得一开始的你会是那张皇后牌的那一个能量。我觉得你不会主动，但也没有关上门了。可能是你在工作啊、课业还是创作之中，都还蛮忙的，但是生活还很有规律。有时候也想要享受一个人的安静我觉得这种状况并不是因为你在等待爱情只是有的时候会在晚上觉得比较空闲，然后皇后牌的爱情的能量流。它就慢慢的、微妙的进入到你的生活里。它不是一种追求爱情的能量，而是一种我值得被喜欢的一种状态。所以你的吸引力在这段时间会慢慢的累积我觉得它不是靠打扮也不是靠社交，而是靠一种稳定的、真实的感觉。稳定的、真实的感觉的进。我想一下，我感觉一下这个，好。没关系，我们继续来看，往下看因为我觉得它有一个特别的状况，那就看后面会不会看到。那接下来的转折可能会进入到了恋人跟圣杯3这2张牌放在一起的时候，往往代表某一种社交场合的选择性的连接。也许你会被朋友被朋友拉去参加一个聚会、一个课程，或是工作上的一个临时的合作。派对展览之类的，我觉得那个人不一定是立刻会让你心动，但他会注意到你特别是圣杯3的氛围，有点像在一个人群之中，谁的笑声最让他印象深刻的那种感觉，而你就是那一个会被他记住、被他标记起来的那一个人。我觉得这里的关键是恋人牌不是一种浪漫的开场了，而是一种选择要不要开始的那个状况。所以你有可能同时遇到2个人，然后一个人让你很熟悉，一个人让你觉得很新鲜。然后前者会像一种旧有的形态的延伸，就是你新的爱情的价值观，或是你本来的生活的里面的范围里的延伸。然后第2个人可能是完全陌生，不知道从哪里来，背景也不同，也没看过的人这样。所以塔罗在这5组牌里面出现了恋人跟死神牌一起出现的时候，其实它是意味着说你会做出一个跟以往不同的选择。你可能会放下一些旧的、老掉牙的，不想再去触碰以前的那种爱情模式，例如或是自己的个性的模式。譬如说，你总是喜欢很难相处的人，总是靠直觉判断一份关系，然后现在这个状况就变成你把它改成更清楚的一种认知，就是说。我值得被对等的喜欢，就你不再去主动去觉得爱情要是怎么样，你反而让自己变成是一种选择，然后比较被动，然后比较观察这样。反正他的状况就是在死神牌里面，你要更新，你想要更新自己在这个新的状况里。因为死神牌在这里提醒的是说，你的感情观正在结束一个长期的回圈然后就之前的那个状态，你可能不想要再持续，然后你不再迷恋谁会突然出现而是比较关心谁会留下来这种心态的改变会让
新的陌生人、新的恋人有机会靠近，因为当你不再去主动表现，然后也不再压抑自己的时候，我觉得你的能量会变得很干净、很清晰。所以在这个月里，我觉得你可能会有一些很具体的情境啊，就是有个人可能对你表示很关心呐，然后再怎么说，然后你一开始其实对于这种关系，你看不出来它是其实是一种暧昧，可能是这个人主动帮你拿东西啊，或是请你喝饮料或是在社群上面会多回你几句的人你觉得他只是一种朋友的友善可是直到某一个小瞬间，你会发现说，原来你的某些表现会引起他蛮大的波澜的。譬如你无意间看到，他跟你对话的时候有一些特别的笑容或是你会知道听到他在问一些你其他的事情，你才意识到说他这个人原本你所认识的好像是新的朋友、普通的朋友，他其实已经在慢慢的靠近你。那个瞬间，你会突然有一种情绪有点乱就觉得你好像成为了别人某种专注跟特别重视的角色位置，然后你就会觉得有点慌啦，有点小慌乱，然后可是又觉得很温柔、很窝心，好像爱情就这样靠近了我觉得这个就是死神牌所带来的某一种转换是那一边带来的某种转换，所以你有一点点在不期待的氛围里面，才意外的发现已经有人在慢慢的进行靠近你的这一件事情。所以在整体的牌组里面，我觉得金币五算是里面最现实的一张了，因为它在提示说，虽然有机会但是这段发展不一定一开始就很顺，因为金币五代表很多的不确定距离或是能量上资源上面的匮乏跟不平衡，这可能是你自己不够有自信也可能是他目前的生活压力有点过大。那没有完全的余裕或是专注度投入到感情，不过这张牌也不是完全的拒绝啦，它只是在提醒你们，这一个关系的一开始可能不会如我们预期的节奏快，它会偏慢一点，然后这张牌在提醒你说，你是否有愿意再等待一下，因为它的节奏真的是偏慢它偏慢不是这个人的动作慢，而是有很多其他外来的阻碍了你们两个的步伐、节奏步伐就像我刚刚讲的，你可能也还没有完全的自信，还没有绽放出原本的你，那他可能也有一些自己生活上的状况所以这个缘分的开始我觉得会有点像是冬天里面那一个有点温暖的、慢慢暖和起来的那一种一杯热茶啦。因为你们之间会有很多的小互动，开始认识之后就会有很多的小互动。那可是讯息，如果像是私下传讯息的话，可能也不会立刻回复。可能因为我所有的立刻回复，就是我刚刚讲的，他的慢就是这样。他看到了，可是他没办法立刻回。然后可能会工作上或什么会隔几个小时，然后才会回一句，然后会在其中会让你们彼此会觉得说是不是没有那么有兴趣之类的，会误会。可是其实真的是很多外力的事情那真的遇到的时候，跟朋友出去的时候，然后有交流的时候，偶尔视线会有一些交错啦。那情感上面、表情上面，可能知道彼此是有默契的，但是好像对话的机会不多，然后好像一开始也没有找到特别的共同话题，特别有兴趣的共同话题。但是他会用一些行动来表示，就是可能一看到你就会来跟你打招呼，或是站在你附近跟其他人聊天，不太离你不会太远。然后不会用太多的话来去跟你产生热络，因为你们两个好像一开始遇到的时候就有一些奇妙的小默契在，然后你会发现他其实有在观察你，然后其实你也会偷偷观察他啦，就是从认识开始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很特别的小在意会出现，因为我们的恋人牌跟死神牌这边会做一个联动，它会让旧的对人的心动的方式会
死去，会过去，然后你会有新的恋爱的模式会在心里萌芽。所以，也许你本来设定好的遇到爱情的很多规则，或是你以为爱情的发展一开始要长这样，这一次可能都会完全不一样哈。那回到这个人来说，我觉得这个人的性格，我觉得不算是很花枝招展的那一种，他性格上面是偏踏实的。然后，我们从皇后牌跟金币五的对照来看，他很可能不是你一开始所期待的理想的型哦，他会有点，他是有一个特别的存在，甚至一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有点太务实、太呆板，然后甚至觉得有点距离。可是真正后来，好像不用多久，他真正吸引的是在他某个时刻跟你互动的时候，流露出一种你好像在其他人身上看不到的某种真诚的感觉，很植入你内心的需要。那种感觉不是因为你感觉到他对你很温柔，释放出一些温暖，是有，但是好像不是真正打动你的核心。我觉得真正打动你的核心是，这个人很奇妙的是，你在他旁边的时候，你一切都变得很自在，可以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不用特别去思考说这样讲会不会没礼貌啊，会不会有点太普通、太下流啊，或是太没水准啊之类的，有一种想要把自己包装的比较完善一点的那个概念就淡然无存。那它换来的是某种很特别的自在。你突然发现的时候，你就会因为这件事情觉得，这个人怎么跟我以往交往的人一开始的状况都不太一样哦。所以这5张牌，我们看到未来1个月的能量里面，也显示出一种很微妙的节奏啦。一开始认识的时候，可能会突然因为某种默契或是眼神有对到，然后就对话，然后就有一点很快速的热络，可他很快就冷下来。好，有点一开始有点小兴奋，很好奇，想了解对方，然后就冷下来。然后冷的这段时间，你们可能就是像我刚刚讲的传讯息啊，会有一种奇妙的距离感，好像要主动又不主动这样。这边就是我刚刚说的，有很多外力的影响，金币五的影响，然后你会怀疑他是不是对你没兴趣，相同的，他也会这么觉得。哦，这个不是因为我们的回应很多、很热络就会拉近距离，而是他是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是彼此期待跟所得到的不太一样。好，有的时候是这样，但不代表这感情是已经在疏远了啦。那在这个月之后，第二、第三个月，第一、第二个月再开始说，如果真的开始互动的话，才会开始慢慢的彼此要释放出真实的自己，然后会感觉到彼此内在真正的那一种温度啦。那死神跟金币五这个组合，其实也代表说，这段发展会去旧迎新，就像在过年哈。有些你习惯的恋爱的步骤可能不会再重演，比如说你不再是那个先传讯息的人，或者你不再是那个迎合对方节奏的人，你会让自己稳稳的做自己，然后反而因此会让对方更想了解你。其实整体来讲，这5张这段新恋情的能量很像一种，冬天结束，雪融掉，正在修复整个地面，正在滋润整个地面，然后才发现春天已经来了。它不是那一种很激烈的燃烧的爱情，而是一段能够让你重新相信感情的这个过程啊。我觉得虽然过程有一点慢哈，然后也有一点点的不确定，但我觉得那是因为宇宙在保护这次的对象是能够让你觉得安心的人啊。那我觉得如果照这1个月来说的话，分2个阶段，2个礼拜1个阶段的话，我觉得一开始遇到的时候，就第1周，有可能彼此会注意，然后被注意。你可能会频繁的被某个人看到，可能在学校的课堂、公司、咖啡店、健身房，或是出去参加活动、展览。最低限度的能量就是可能交友的社群平台这样。你会感觉他好像对你有影响，但是没有明说，然后你也会发现那种他是不是刚好也在这里的那种巧合感。可能你们连光上线手机看网络、看社群平台、按赞、按爱心的时间都差不多，所以你常会看到他的动态这样。
所以或是他按你的照片、按你的限动按心的时候，刚好你就在拿手机，你就发现他在按了之类的，就你会发现有一些很奇妙的巧合感啦。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圣杯三的能量在出现。圣杯三的能量比较像是你们两个的能量在重叠，然后会在生活里面的各自的互动里面产生一种巧合。主要是你们的能量重叠之后，有一些符合的、相同的东西会被凸显出来。好，这要怎么形容？譬如说，就这样讲好了，你们两个可能穿同一个款式的衣服，然后上面有同样的花纹，虽然上面可能有十几种花纹，可是可能其中有2样花纹是一样的。然后你们两个遇到的时候，然后我们就特别注意到说，哎，你这个衣服也有这个花纹呢，哎，你这个衣服也有这个图案呢。就这种相同的东西会在你们能量重叠的时候，因为太靠近了，所以重叠的时候被在生活的小事情被凸显出来。那这个就不是那个，这个会变成一种巧合感。可是它在暗示的是那圣杯三的那种什么，你们应该很多生活上的东西已经有所连结了，可能朋友有所连结，时间轴、时间表、生活的先后顺序，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出门、什么时候吃午饭，这种时间表的也有点开始雷同了。所以在这个可能这段阶段这2周之类的，不用太急着去行动，因为死神牌跟金币五在提醒你说，这份连结还是有一些东西在转换，还是有一些很难形容的阻碍，要让时间去消化，让你们两个人的路径比较通，然后要让你们两个对彼此的心要慢慢的打开，不会打开的这么快。有可能两个人在某些心情上面都没有完全准备好，有没有准备好，要到你们非常接近的时候才会知道，因为没有东西要接，你就不知道自己接不接得住了，是这个。然后在某些时刻，你可能会意识到，原来好像我以为有爱情要靠近，然后我认为有爱情要靠近，结果我心态上会紧张，然后会害怕自己主动会被拒绝这样子。可是这一次这些东西因为死神牌的关系有点转变，突然有一种觉得，紧张归紧张，但我不会退缩啊，然后害怕被拒绝没关系啊，但我慢慢观察，至少我不会因为爱情靠近的时候就逃离。所以最好的状况会在头2周就开始会有这个现象，有一些能量交叠，开始有觉得有人在靠近的感觉会出现。那后面的2周，恋人牌跟皇后牌的能量可能会开始有一些融合，然后会展现出一种你跟某个人已经开始有一些比较好的互动，变得比较自然，然后对方可能会邀请你参加一些很小的事情，比如说他可能只是传讯息，不是真的告诉你说要跟他一起，他可能只是告诉你说，哎，有这个活动，你有没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可是它的内容不太像是邀请你一起去，它只是分享。有的时候会讲，或是分享一些心得这样，然后会很像他这份邀请会很像是邀请你参与讨论。他不一定是完全是直接邀请你说，哎，要不要一起去这样。所以你们的讯息往来会有点小提高，然后这个时候可能要注意说，他可能还没有那么确定要用浪漫的方式去表达。然后甚至就像我刚刚讲的，会是有点点到为止，会有点木讷，但他会用实际的行动表示他的在意，就是数量次数会变多，可是不会直接变成是爱情的感觉，但你会感觉到这个人出现在你生活里的次数比别人开始多一些，然后跟你的对话里面，你会发现他好像会讲一些可能你的 po 文或限动已经提到的东西，然后他会关心你的进度，或是关心你的现状，然后或是他已经准备好有什么可以给对你的实质的帮忙，这样。好，这个就是恋人牌跟皇后牌能量出现的时候，他会再往前一步了。可是金币五却告诉我们，这个月是这个关系初期的某种考验啦，就是看你有没有要开始相信这个关系是可以往下走的。但能不能往下走是一回事，可是有没有办法相信说它可以再持续下去？因为不是每个人对你做这件事情都会想到这件事了，都会想到说有没有办法持续，就是可能只是朋友之间的交往而已。
所以你在这个月如果感觉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尽量不要显露出你对于有人在靠近你的焦虑感，因为这个焦虑感会让对方有点往后退，因为他怕他会觉得他也会敏感到打扰到你。那记得要把整个心态各方面都选择比较平常心，让自己先稳定下来，因为这只是头一个月，还不叫整个关系的发展哦。所以这5张牌在第一个月的时候，如果我们要讲感情运势的话，我觉得它不是一种爆发式的新恋情的产生，我觉得它是一个慢慢的两个人都在修补，或是提示说，哦，原来我们心里的那个空缺好像有好的能量要进来了。因为皇后牌加死神牌等于是整个爱情运的一个重生，然后恋人牌加圣杯3比较像是说有新的社交选择正在重启哦，所以你这个月可以有机会认识新的人，就尽量去认识，然后机会点在哪里？那金币五在讲的是说，如果你可能会遇到一些新的人，可是会有一些信任的问题，也许遇到，可是自己却不相信这个是新的恋情；也许有人开始主动，可自己不相信，能够再次顺利的把爱情进行下去，因为可能很多的失败让你觉得爱情没有那么容易了。所以这段感情会在你生活有一种心灵上面开始释放出一些空间，可是你原本释放这个空间不是为了在等待爱情，而是释放出这个空间是你只是想轻松，可是这个释放出来的能量就会被宇宙的能量发现说有爱情的位置可以进来了，所以这一个月可能就开始会有一些新的能量流动进来了哈。那如果我们再往下延伸到第2或第3个月的话，我觉得进入到第2个月的时候，事情会开始变得比较真实一点。那个人在你的世界不再只是偶尔出现的一个陌生的人或新的人，而是你会记得他的存在了。你会开始在意他的恢复速度。如果第1个月进行的还不错，第2个月开始的时候，你就开始在意他的恢复速度了，然后可能开始在意他的说话的语气啊，还会开始在意他对你分享的话题。你会发现他不是很会甜言蜜语，但是会有一种很稳定的方式让你觉得很放心。像是你没有传讯息的时候，他也不会急着追问，或是隔1-2天自然的才会回复你，这样不多不少会刚刚好。那猎人牌跟圣杯3的能量会在这个阶段，可能在第2个月的时候，会让你们的气氛变得比较有一些情绪的波动。你会开始意识到自己对他的在意，然后会开始发现自己有一些小焦虑哈。譬如说节奏感的没有对齐，或是你以为他会回讯息很快，或是本来约定好的事情他临时取消，你会产生某种失落，在一般朋友里面没有的，突然会开始有。然后你会开始在意他的讯息可能变得比较短，你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一些事情哈。我觉得这个就是猎人牌在这边提醒你说，有些感情正在形成啦，但是它不是一个危险的状况，它就只是在形成，只是不在你所期待的模式里面啊，所以也就放宽心，平常心很重要。前面说的，那死神牌的能量在第2个月也会有一些明显啦，它会有一种你觉得没有如自己预期的节奏快起来，所以你会有一点想要退场，但是又觉得舍不得，会有这个小挣扎。我觉得这不是因为他对你不好了，而是你开始意识到这段感情可能真的会改变你自己，所以你很害怕真的投入进去了，怕期待又受伤害。所以死神牌通常不是代表一个结束，而是让人在某个阶段你不得不长大，它会让你重新思考，说我到底想要怎样的关系哈？因为有一个关系要出现了，跟之前比起来有什么不同？那我这次有足够成熟去接住吗？这次如果我再害怕的话，我会不会同时也害怕自己受伤而拒绝？可是这正因为你因为某种成熟度了，所以你比以前更加的诚实面对新的情绪、新的感情要出现，然后也因为你更成熟，会发现说你在观察一份爱情的时候，会比以前更深沉、更有深度，所以你担心的事情也比以前多了。那他那边其实也在跟自己拉扯哈，因为金币5暗示说他生活中确实是有一些压力，然后他没办法完全符合你所需要、所期待的那个节奏，所以你不用太过焦虑，或是去应付你心中的焦虑，因为如果你能够像皇后牌的能量一样的稳定，相信节奏感是慢慢的来，慢慢的往前就可以了。那如果这个状况其实还不错，相处还不错，再到第3个月的话，我觉得能量就开始转清晰了哈。
因为它会从恋人牌跟死神牌的结合之后，它一个转换，时间也上去。它其实两周的节奏改变的话，它会从暧昧转向比较像是现实。也就是说，你会发现你们的关系变得没那么模糊，然后更加的靠近，然后也更加的自然，然后对话也开始更多的真实。所以到第3个月的时候，如果整个东西都转完的话，爱情的状况就会开始形成，就会变成说你们会更明确的表达想法，然后你跟他都可能会提出一些更明确的邀约，或是安排见面，然后会聊更多自己私下的事情。那个时候彼此就会发现彼此身上有一些不完美的状况，那个考验第一就会开始了，就会开始知道说到底有没有想去接住哈，然后皇后牌这张牌就会展现出你们两个彼此在之前所有的人生历练或爱情里面的成长的结果。这个时候就要有点验收的感觉说，所以现在到了这个关系，你们有能力接住吗？他们继续要往下走，所以到第3个月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种想要去接受两个人现在真正的样子。第1个月比较像是情感的萌芽，但是还不是爱情的嘛，就是情感的萌芽。第2个月比较像是这个关系的一些小考验出现，所以一点确定前的一些整理啦。那第3个月就比较像是说想要去浮现一些内在会浮现一些想要决定了什么，我们再往下走。无论这关系是好朋友或是朋友，还是要进入交往。因为有可能到第3个月，连朋友的关系都想确定说这个是我的好朋友嘛，也有可能到这个程度哦。所以在看人的个性，有的时候会有不同的结果，有时候只是平淡的就讲了，就试看看这种。可是有些人会个性上会非常想要严肃的确定，就看第3个月的发展是怎样。其实整体的能量节奏是这样了哦。我们讲到核心一点，就是皇后牌跟恋人牌其实是会让你开始相信自己被选择，可以被选择。那圣杯3跟死神其实是你会发现这一次的遇见会脱离某种你爱情的旧的模式啦。那金币5其实是在这一段这个认识开始，是让你们两个突然发现说，原来我们遇到爱情的时候，其实很难用最完美的方式呈现啊，会有很多不完美。那但是爱情来了，所以我们要慢慢的去接受这整个过程，跟开始认知到自己的不完美，并不会完全影响爱情的发展，或是一份关系的发展，因为你很难以完美的姿态去才出场哦。所以到了第3个月的最后阶段的时候，这段关系会不会在一起，其实你会发现有没有在一起没那么重要，至少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已经不太像之前一样为了孤单去寻找爱情，然后你也不会因为想要被爱而去努力争取了。然后你会发现说，你已经成熟到自然而然的让一个关系发生，然后一个关系靠近，自然而然的这样，你不会像以前这样子这么努力的去靠自己去筛选，而是会让时间的演进去确定这份安定感有没有出现。好，所以这5张牌我觉得不错啦。它确实是会让你认识到新的能量，可是结果走下去，发现还不错，可以慢慢的相处，就发现自己也没有那么想要急速的、紧张的、快速的要去确定它是不是爱情，反而第1个月、第2个月、第3个月，发现说，哎，其实有一个还不错的新的关系出现，就已经很舒服了。也许要去确定是不是要交往或要在一起，到第4、第5个月或是第6个月都 OK， 但是前3个月就觉得这份关系的出现已经让你觉得有点窝心。也有点像爱情，但是也不用一定要立刻觉得它就是爱情。好，所以这3个月你可能可以体会一下。那记得去认识一下人，因为他这个能量讲起来，我从整个看起来，我觉得他不止一个人，他至少有2个人会有类似的这样子跟你的互动，你就放开心，敞开心房，去慢慢的去感受就好了，不用一定要去确定这是什么。好，这5张牌其实没有特别要，他要讲的是，他有一个转换。你对于爱情出现的时候，你的内心有一个转换被确定，这个比较重要。好，那个这就是第1张牌的朋友哈，那我们一起乐观的期待吧。因为它的发展讲1个月、3个月，其实我觉得都有点太快，它可以再拉长一点时间。好，那就这样，谢谢你来听，我祝福你。好，那么现在来看到选择题。
2号牌的朋友哈。那我这边会有5张塔罗哈，宝剑6、教皇、圣杯、权杖4者的逆位跟力量牌，5张牌会交错组合起来讲，好，它不会单张讲，我要让你们知道说整个更面向更多的讯息。所以我觉得第2张牌哈，关于这1个月的话，我们会1个月讲完之后，还会再讲一些第2、第3个月后面发展，它不会只单纯在这1个月。可是1个月的能量比较集中，我们看看能抓到多少。我觉得这组牌的能量，比较少了那一种初次遇到心动的那一种兴奋感，很像你刚进入爱情的那个兴奋感可能没有，它比较像是说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的成熟的相遇哈。这5张牌是一段慢速建立信任关系的一个开始。这个新恋人不会让你很惊喜，他比较多的是带来一种很安心的感觉。你不一定一开始就对他有感觉，但你会感受到他是个会照顾他人情绪的一个温暖的人。所以我们从宝剑6这边先看到的是说，他是一个离开过去，要进入一个离开过去的混沌混乱，要进入一个比较平静安稳的位置的这个状态，但还在过程之中。这暗示着说，你遇到的这个新的人、新的对象、新的朋友、新的陌生人，内心其实还被一些旧的情感所困住了。可能不是还爱着谁，而是还在怀疑说，我是不是如果只要再触碰爱情，我就会被辜负。他的概念现在是这样。所以这张牌出现在5张牌翻起来的第1张的时候，其实宇宙是在提醒说，你已经不在原本的地方了，你可能也在经历一个自我的整理期、忙碌期，或是你要准备开始重新规划自己的生活，在一个新阶段的之前。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你们彼此会相遇。他可能不是你主动接近的人，但是他可能会在你没有比较防备的时候，比较松懈的状态的时候，他会主动的靠近，因为那个人可能也在宝剑6的这个状况的时候，也有这一个远离混沌进入平静的状况。可是他跟你相较起来，他好像已经比较进入规律的状态了。所以在你比较没有防备的状态的时候，他有一种投射，或是有一种雷同的感觉，发现你可以亲近，你可以靠近，所以会在这个状况的时候会靠近你。那他已经进入比较规律的状态了嘛？可能是工作啊、活动啊，或是他的朋友圈已经比较固定了，这样比较平稳了。所以他的靠近其实不是偶然，而是这个时候的教皇牌就发出了一个新的能量，就是他的那个秩序、那个制度，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学习的能量就出现。所以你们的相遇的时候，好像是一个带一个，老手带新手的这个概念。然后会让你们的相遇比较像是一种循序渐进的一个接近，会从很简单的一个寒暄对话，然后进入一个比较深谈，花一个比较长的时间，20分钟到30分钟的聊天，或者到1个小时。你会发现这个人他在你比较松懈或是不想要防备的状态的时候出现，然后也在你想要去找人倾诉你现在的状况，或是对于之前的一些不好的事情想要倾诉一些心得的时候，它会出现。因为教皇牌在这里找到了那个能量，进入到你的生活，让它靠近，然后可是同时又配合了圣杯2的能量散发出来，它变成是从接近，然后进入一种接触，接近之后变成一种主动想理解，接近之后才发现内在有一些特别的吸引力。所以教皇牌跟圣杯2两个放在一起的时候，其实能量非常强。因为教皇牌讲的是一种价值观的契合，而圣杯2讲的是一个情感的平衡交流，所以它就会在2个价值观在交流的过程之中，产生某一种逐步的接近。那这段关系的核心不是这种暧昧的，不是这种浪漫的、热烈的，而是你们2个在对话中发现说，奇妙了，你们怎么会在对话中不断的学习、成长、相互分享，然后在某一种角度，突然对于新的陌生人、新的感觉背景不太一样的人的一个首次的接触，就突然让你发现，你以前所挂碍的那一种对于情感的靠近、新的靠近什么的封闭起来的那些东西，怎么突然那个钥匙拿到了，解开了很多锁，你突然就重新开始相信很多事情，尤其相信人。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你可能在他身上发现某种稳定的感觉，
从教皇牌这里出现的时候，那个土能量，发现他讲话有逻辑，不浮夸，他听你说话的样子是真心诚意的，他不会敷衍你或附和你，这让你慢慢的有一种松开心房的感觉。以前在一些事情发生之后，你开始提醒自己，以后有些陌生人的靠近，新的人靠近，你都先习惯，先观察，然后不要让自己太快投入。可是这一次怎么发现自己没有那么警戒？主要是这个人带来那个平稳安心的感觉，很快就呈现在你面前。同时啊，教皇牌也在暗示你，在这段关系里面有一种互相指导的讯息，就是你们两个会交换自己的经历，跟年纪没有关系，可是灵魂的感觉确实会有一种，在不同的项目来说，两个人都有特别成熟的样貌。然后以你的角度来说，你会觉得他是不是比你年长一点？是不是觉得他的经历比你多？其实那个只是角度问题，只是因为他正在展现出来的是你比较陌生或是比较不熟悉的，然后状况会让你觉得说，他好像在心灵上是可以依靠的存在。那只是你自己所散发出来的这个安心的感觉，你自己不会发现啦。然后教皇牌之后，再跟圣杯二互相辉映之后，你会发现他的一些特质其实跟你还蛮相似的，都很理性，可是也不失感性，只是理性先行哈。主要是都害怕受伤啦，然后内在却又渴望被了解，然后都不喜欢暧昧不明，或是情感的表达有所拖延、有所隐瞒，都比较渴望去被了解，所以会真诚的表达。这种互动会让你产生一种我们在同一个频率上面的确定，而且很熟悉彼此。那这种熟悉呢，其实不是灵魂伴侣般的那种浪漫了，而是很巧妙的在初步就有一种被理解，然后有人懂我的那一种踏实的感觉哈。所以到了权杖侍者逆位的时候，这份关系会有一些小小的停滞哈。因为权杖侍者逆位出现在中段的时候，其实意味着其中有一方在犹豫，这不是一个拒绝，而是你们两个初步的靠近有点太顺了，所以理智突然放大，想要先暂时观望一下，是不是自己又像之前一样，因为爱情的顺遂感出现之后就掉进去，所以中段会有这个权杖侍者的停滞。那主要是因为太怕自己陷太深，太快陷太深，而强调了自己的谨慎性了。所以这段时间呢，你们中断的时候，气氛可能会安静一下，就是说，可能你们刚开始认识的第一个礼拜、前2个礼拜有蛮多的互动，每天都有互动，怎么突然他少传了讯息，而你也感受到这件事，你也少回复的那么快。原本谈得很开心，可是突然好像两个人都忙了起来。因为权杖侍者在这边的出现，其实不是一个坏事啊，其实他在这里做了一种拍了你的肩膀说，无论感觉好不好，你要不要再注意一下？然后你们彼此会被迫去问自己说，无论这个人是不是很好的人，让你带来很安心的人，可是我自己准备好要去相信一个新的人了吗？内在会这样，这个是权杖侍者逆位的时候出现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时候力量牌就出现了嘛。力量牌出现是要提醒你，也许有所坚持，也许有所谨慎，可是不要失去对人相信的那一件温柔，那个温柔的自己。力量牌其实它不是要去征服对方啦，而是在这里出现的时候，其实是要你们两个能够控制自己对于新的人出现的反应。因为力量牌在感情里面的意义是说，如果你能先稳住自己的情绪，不再被焦虑牵着走，好，那整个事情的发展应该会如你所愿啦。所以有可能到第2个月左右的时候，你会面临几次波动，就第1个月到这边会有几次波动，都是因为这个谨慎跟想要相信的能量在互相拉扯前前后后。那你们两个人对话可能会没有像之前那么明确，主要是两个人态度都在这中段会有一点点变保守。可是以前的你会因为变成保守的这个阶段就会逃开生气，可是这次却会选择冷静下来，好好的感受其中的两个人的成熟度。然后力量牌在这边其实
它发挥的能量是会让你们感受到，你们两个都已经用比较成熟的方式去面对爱情了，不需要再去用冲突去确认对方在不在意你，而是用时间去慢慢观察彼此的行动的节奏，感受这个节奏，然后去用对方的节奏来去呼应自己的节奏，是不是其实也是雷同的？哦，然后慢慢的应该就会再打开彼此啦。然后也开始又分享自己的生活，然后没有那么焦虑哈、所以我觉得这段关系在这5张牌的节奏应该是一开始就比较慢、比较稳，然后可是很真实。那彼此在前2个月可能都还有一种学习的味道，互相分享一些重要的事情啊，讨论一些重要的事情啊，然后还是彼此会有对话，持续会有对话，只是节奏一开始快，后面就开始偏慢，这样中间没有到很后面。那其实主要是2个人都可能困在想不想要再去相信爱情会发生的这个状况了。只不过我觉得到了第2个月这个节奏，因为它已经是好几个段落，因为2周这样，它已经好几次的变化的话，我觉得到第2个月中间后面左右的时候，你们2个应该都会开始感觉到说，时间给你们一个心态，就是这次好像不一样。即使你们内在开始怀疑自己，怀疑东怀疑西，但是好像2个人都没有跑掉，也都没有离开。即使2个人都有在忙碌自己的工作或什么，然后用忙碌来当理由说，哦，晚一点回，我现在在忙。可是2个人总是心里就会想起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在忙嘛，而不太像以前就是觉得说这就是借口。哦，所以这里宝剑6回头再跟力量牌成为一个呼应，就是这一次的爱情会让你们认知到。感情，那不一定要说进入到爱情，就这次的遇到会让你们知道，你们已经没有再像之前一样会去逃避很多类似拒绝的感觉，然后也不再把爱情当成一个冒险，而是把它当成是一种练习。哦，因为你们已经够成熟的去知道事情有很多的固定的发展，那这一次比较像是来练习一下自己的感觉，去确定一下自己的感觉成熟到什么位置。所以如果我们以3个月的能量来看的话，我觉得简单来说，第1个月比较像是建立彼此的桥梁，认识啊，互相理解啊，这个时候其实比较像朋友啦。那第2个月可能就那种前面的暧昧期就没有了，然后宝剑侍者在这个时候，不，权杖侍者的逆位这时候就出现嘛，开始有些理性进入，就开始互相怀疑说彼此是不是比较没有感觉哦。然后其实这一段时间其实在确认的是你们彼此是不是能信任，而不是在确定爱情。然后我觉得到第3个月的时候，因为力量牌今天在第2个月后面主导了一些稳定的能量，还有温柔的能量，所以到第3个月的时候，你们还会开始有一些比较特别的约会，然后发现2个人的相处有一些固定的模式，固定的时间会传讯息，固定的时候会聊个天这样。然后会不会再进入确定彼此关系，可能就要在这个月你们接触的所有的话题或去的地方，这样进展还是很慢，但是会更生活化一点。我倒是觉得第3个月不用特别确定关系了，还是慢慢的相处就好了，因为你们2个内在都还有一些东西，比较像是确定自己的心意，这个东西比较重要，还要花一点时间去想。3个月其实都不是一个很快的关系发展的节奏，但它可以去创造出一个不错的认识。所以我觉得这5张牌，我觉得讲了一个爱情其实不是靠偶然的遇见啦，而是靠2个人有没有愿意留下来。因为教皇牌跟力量牌在一起的时候，代表一种比较长期的稳定的可能性。这个人应该不是短暂的热情而是那种可以陪你慢慢生活的人，这节奏就是比较慢。他可能不是你一开始原本期待的该出现的样式，可是慢慢相处会发现说这份安心好像也不容易得到，主要是要遇到人很难啦，然后又带来了这种安心的感觉，其实已经算很好了。所以我觉得光这5张牌其实可以看得出来，这3个月不一定会确定是一个新恋人的关系的确认，但是它确实是会让你发现有一个蛮真实的、有感情的互动正在开始啊。然后如果是爱情的话，确实好像也有一点点慢慢的在靠近。那我再来仔细看第1个月的状况的话，我觉得第1个月的能量里，宝剑6跟教皇牌同时出现，它其实会让你进入一种
从混乱进入稳定的一个过程。在第一个月的时候，你的生活节奏其实会慢慢的重组啦。有可能你刚换了工作啊，开始新的课程啊，或是朋友的邀约进入了一个新的活动。第一个月那你原本没有想到遇到什么人，然后也可能也很懒得社交啊，去交朋友这些的。你只是想要让你的生活恢复到平静，或是你已经学会独处，你想要在它让独处个人化，再更升级这样。可是我觉得宇宙安排的巧合，有时候就是这样了他就觉得好的能量已经在你附近了，他觉得这个时间，无论你怎么觉得你要去独处，你想要只一个人拒绝爱情，他没有在管这些。他比较在乎的是你内在的意识上面，其实还是有在期待爱情的，只是你会选择比较安全的保护自己的方式是一个人独处的状态去保护自己。可是宇宙能量不是这样看的，他看的是好的能量就在旁边了，我就是要推他一把，让他出现在你眼前。所以你有可能会在毫不起眼的一个场合里，你没有很在意的场合里，注意到某个人，或是他就站在你面前。那可能他是一个办公室的同事，然后突然在茶水间里面遇到这样，然后突然他就因为非常在意今天的可能一些零食或是饮料或是咖啡好不好喝，而你刚好就出现在他旁边，他就问你了。在茶水间的一个邂逅，也可以在学校，别的班级的或是不同科系的人，然后刚好他的背包里面的东西掉了，被你捡到，然后就互动起来。他会用宇宙可能会用这种状况，在这种毫不在意有没有爱情的状态里面，就把它丢在你面前。那个时候，他瞬间的出现，然后瞬间的短暂的离开了你，接触之后，然后离开了你，你心里会突然意识到说，我刚刚这一份接触好像有一点点被触动了什么，这份存在感，这份感觉的存在感有点重。那当这个你内在的东西存在感被触动的时候，它会有什么能量的开关就打开了，然后之后后面就会你跟它的能量的连接就会出现，你以后就会更容易遇到它，你以后就会更容易发现它在哪。它会不断出现在你视野。相反的，它也是，只是没有办法这么快速的表达。所以在这种遇见之后，有可能在网络上你就发现说，这个人开始会去按你的 po 文或是限动，或是直接传讯息给他，说你记得我吗？就是我今天就跟你聊这个，觉得他就会讲一些别的，然后就敞开新的话题。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月的状况，有些东西在靠近，有些人在靠近。因为教皇牌在这里垫了一个基础，就是这份认识在第一个月是有规律的，而且是非常自然的。他不会主动约你吃饭啦，但是会非常常出现，每次遇到你就跟你打招呼，然后你也不会特别为他打扮，他也不会特别为你打扮。可是会有一种潜意识发现自己好像比平常更注重自己的各种样貌，各种外在，各种表现。然后可能真的在第一个月的时候会有一些小互动出现了，突然发现彼此有点熟悉了，然后宝剑六的能量又让你开始慢慢觉得自己好像往哪里移动了，好像也不再困在自己以前在旧的恋情里面的那一种价值观，也开始觉得独处也还好啊，也不能保护自己，给自己一些机会去认识人也不错啊，就开始有一些新的概念会跑出来。然后在这些变化之中，你会发现自己好像变得没有自己以为的那么不想接近人，其实也想。然后你们的对话的时候，你会开始在脑海里重复 repeat 好几次。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爱情开始的一个迷恋，而是你突然发现好像有好的能量或好的感觉一直在身体附近盘旋。所以第一个月确实会有一种感觉，有什么东西萌芽的感觉。然后虽然你不确定这是不是一份暧昧，可是你们在你们第一个月认识的时候的某种对话里面，你会发现说，有些句子、有些讨论、有些语境，是你期待已久的。那如果第一个月发展到这样子比较好的话，那我们再讲一点点，第二到第三个月的时候，它确实是有一种拉近的感觉，你们互动的频率有变高，讨论的内容有在更比较私人这样。然后但
但是还是不要急因为教皇牌跟力量牌这边的结合，其实还是在提示说，你们其实这3个月的核心，其实还是在建立在互相信任之中。要确定爱情节奏不会这么快，因为它有一点点这个能量来自于你完全陌生的世界。即便你们可能有在同一个公司上班，或是在同一栋大楼的不同公司上班，或是同一个学校不同科系，或是不同班级之类的，它还是被定义在这3个月是信任为主然后找到你们的节奏，然后这个信任会敞开你们的靠近的步伐。我觉得到了第3个月，圣杯2跟力量牌的结合会发挥出一些很特别的作用啦。譬如你们会有自己的默契的产生，然后还会找到了彼此相处的节奏的新的习惯，然后某种在乎的感觉会出现，某种在乎的感觉会出现。那他会开始分享一些他常去的地方，然后可能会带你去。然后会开始主动分享一些过去的故事然后可能你们的朋友会开始有交集，有共同朋友，会发现其实有共同朋友之类的，然后可能也会一起出去之类的，然后你会发现他有比较特别在默默的照顾你，或是注意你在干嘛。然后我觉得这个举动对他来说都是比较像是在确认自己的一个状况。因为力量牌到第3个月的话，其实就是情感会进入一个稳定了。可是这份信任里面，其实也带着某种包容，就是你已经不再是自己一个人了，感受上是2个人的。这种不一样的节奏其实蛮慢的，可是会慢慢的在自己的心里确定说，我开始好像有点比较除了在意自己之外，还在在意的另外一个人。他这个就是生命的能量的靠近之后，有一种参与感。所以，如果再往后推到第3个月的尾巴的话，我觉得你们的关系的距离比较像是有某种一些行动或是几句话的确定啦。也许整个状况的发展非常好的时候，到第3个月的尾巴，就有可能他会说，开玩笑的说，或是很认真的说，其实我们有点像情侣了耶，或是会对话说，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好像比其他人更特别耶。这个东西，这个关卡出现的时候，这个阶段出现的时候，这个门口出现的时候。其实不论是谁先说出口了，我觉得到第3个月底，如果整个发展，就如我们刚刚前面讲的是这样自然的进入到第三个月的时候，这关系就会开始到了一个清晰的阶段了，模糊的关系进入到一个清晰的阶段了。想要清晰的阶段，主要是因为想要更投入，想要更靠近，想要更多的了解。好，那整个3个月的节奏，因为力量牌加教皇牌，它是稳稳当当的走到这里。好，从一开始发现的时候，所以也就不要急躁，就慢慢的这样走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这整张5张牌啦，其实它在提示的是说，其实不需要再用很快速的速度去定义爱情。其实真的有的时候，自然的相处时间就会证明这个人存在在你生命的重要性，跟他来的时候所扮演的角色。那我们来补充一下这个人的一些个性啊、内在品质、灵魂啊各方面跟你的契合度，这样让你在第一时间的时候比较能够确认出他。我觉得这个人他会带来一种很稳、很干净、很真诚的感觉，很年轻、很年轻的灵魂的感觉。他不会刻意展现自己的魅力，也不会特别主动，但他说话的语气啊、处理事情的一个节奏啊。我觉得都会让人觉得他很可靠，这是因为教皇牌跟力量牌的结合的能量在他身上呈现出一种安全、安稳、安静的一个权威感。他不会去控制别人，而是会让人自然的对他放下戒心。然后他个人的对人际关系跟整个人事物的，他是习惯观察的人，他不太会急着表达自己的情绪，然后总是很仔细的记得其他人的反应，把每个人的特色都记下来。然后他内在有很强的秩序感，他不喜欢混乱，也不太接受一些很太极端的情绪。然后他不是因为他人很冷淡，不是啦，而是他喜欢，或是他以前在某些经历上面，他已经学会了稳定，就是一种对所有人的爱的表现。
个人的情绪稳定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会发现他有自己的生活节奏，不容易被他人影响。然后工作啊，什么时候要工作，什么时候要休息，什么时候要跟朋友出去，然后自己的兴趣的时间，他都分得非常清楚，是一个很有秩序的人。然后，可是他这样子非常有秩序，好像活在自己的世界上，好像让人觉得他很有距离感。但是，我觉得当他靠近你，让你了解他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他这个人其实是慢热的人，慢熟的人，只是他想要等待那个值得他去分享的人出现。所以他的吸引力啊，不是来自外在的条件了，而是那种非常安安静静的力量，很强有力的力量，让人有点畏惧，可是有点信赖。他在大家的群体里面，他不会特别显眼，可是你会发现说他的那种拘谨跟安静的感觉非常有魅力。所以一旦你跟他开始相处独处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有一种思考事情非常有深层有层次的能力，但他会很热情的用心的去倾听你说的任何一句话，不会打断你，也不会急着给你建议，直到你问他意见的时候，他才会给你一些简单的提醒，因为他不想要靠自己的价值观去植入或是强制植入到别人的脑海里。他喜欢倾听分享，给予需求，然后说话也不会很花俏，主要是因为他内心真的极度的细腻，能够洞悉一个人的需求。那只是在他的表面上，他不太去表现出来。他喜欢自己去品味，他觉得不要太过去干涉其他人啊。所以我觉得在灵魂层面上面的契合度是属于那一种有种类似的孤独感，好像你们都曾经被经历过误解、被忽略，然后被不对的人消耗这样子。这份相似让你们两个在相处的时候，其实不用假装，故事性很雷同。那他也不需要你很完美啦，然后他也不需要你很浪漫，他只觉得说你们之间的理解是安静的，然后坐在一起各自做自己的事情，聊聊天，这样就很舒服了。所以就如同前面讲的，节奏其实有点慢的，可是契合度跟价值观节奏上面都有非常高度的契合度。主要是教皇牌在搭配圣杯二的结合的时候，这个契合度就会展现出来。你们的个性的雷同性有点像是你们都不喜欢情绪勒索，也不会情绪勒索别人，然后也不会去追求所谓的表面上的热络、表面上的浮夸，这些你们都没有很在意，也没有特别的感觉，也不厌恶。那在他的眼里，他觉得说责任感、尊重对方、陪伴别人就是一种爱的表现。然后在你的眼里，会觉得安全感跟温柔这方面就是爱情。所以当你们靠近的时候，不需要多说什么，就能够很理解彼此的意图、概念，很简单，因为你们很契合，所以不用特别解释为何，就会发现彼此所追求的方向感的契合的东西很相近，因为你们的灵魂能量上面比较像是彼此所需要的那一个稳定性质都有，譬如说你想要的那个安全感。各方面会在他的责任感里面呈现出来。那他所想要的那种温柔，想要的那种应该说他想要的那种陪伴跟尊重，会从你的个性上面的温柔所得到。你们会有一种不同字义上或是词性上面的契合度，做一种交换。所以两个相处的时候，其实会变得很平和。你们两个彼此会发现说，好像是可以一起。在日常生活里面走在一起，随意聊天的那一种感觉，所以才说第一个会有一种感觉上的萌芽，慢慢的就会进入到稳定这样。主要是我觉得你们的灵魂有一种能够互相平衡的力量了。那这个力量，这个感觉会让你们发现，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有一种呼吸的节奏是跟其他人不太一样的，然后会发现。这一次的爱情的出现，不是那种心跳急速加速的那种感觉，而是反而心情会慢慢的平静下来的舒适感。好，那这个就是第二张牌的所有的内容了哈，希望给你一个不错的方向感。好，你可以期待一下。那就这样，那谢谢来听哦，祝福你。好，我们现在来看到第三张牌。第三张牌的内容。那我们这边会有5张牌，那5张牌会。互相组合，然后我们来帮你分析说，大概第1个月会有什么重头的，不是重头戏啦，重要的内容，然后可能会延伸到第2或第3个月份哈。我们来看看它这个发展的结构是如何。我再往下讲。好，来我看一下。所以从这里星星、宝剑4逆位、命运之轮到倒吊人逆位，然后权杖皇后。
我觉得你会在一个没有什么特别准备的日子，然后注意到它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不是那种电影般的那种 slow motion 的感觉，也不是突然对上眼，然后心跳加速，它比较像是你在忙一些自己的事情的时候，然后抬头一看，刚好你们两个会对视到3秒，然后你可能把头又低回去啊，他可能把头转过去啊，然后过了半天，过了一下子，你跟他才意识到说，刚刚那个人好像让我有一点点分心了一下。这就是我觉得这就是前面星星跟命运之轮的一个安排。它这个是第一层的讯号，不是冲击的，而是微光的。不是那种组织好、安排好的那种相亲式的，而是生活的节奏里面突然对平了，突然两个人在很靠近的时候，发现你们有很多东西吻合，然后新频率进来，新频率再找到对齐的衔接的地方，所以有可能在第一周，的核心价值应该会从看见开始了。场景可能就很普通，可能就电梯啊、楼梯啊，你去上的课程里啊。最低限度也有可能是参加展览，去看展览的排队啊，博览会的排队啊，电影的排队啊，也有可能在健身房排饮水机，或是也有可能是工作上面的线上会议，然后有新的人进来这样。我觉得他不会刻意靠近你，但他会在刚好的距离之外，好好的确定一下自己的所在乎的这个存在感，这个人是谁那你们预掉的那一个看见那个时刻，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对未来爱情要出现的时候特意去准备啊、打扮啊、样子啊什么的，就只是刚好那一天精神很不错，人的整个心理这个方面都是很自在、很干净的。这个时候权杖皇后的能量在这里就会有一些作用了，因为它会把你一些生活感啊、存在感的东西拉到一个很舒服的亮度，所以你不用特别装酷、装特别。也不需要营造自己个人的神秘，你在今天看牌之前的所有的平常的样子，这样子就足够了，足够展现你，足够让他看到你，你就做自己，那种自然的吸引力，现在是你最强的东西那我觉得再来，有可能会开始有一些重复遇见了，因为命运之轮会在这一个月会制造更多的巧合的密度，你会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甚至不同的心情里面，连续3到4次的遇到他。你可能会怀疑这是一个巧合，或是觉得只是环境的重叠 déjà vu 的感觉，但宇宙能量不是这样说的，它有一种内心灵魂有一种你所感受不到的微弱的好奇，它会依赖着直觉去引领你做所有的决定，譬如路径的转弯，你的行动动线的改变，这样衣着样式的搭配的改变。说话语调的改变，走路的速度的改变，这些你自己都不太会注意到的细节的改变。那可能咖啡厅的座位的位置的选择的改变，你就单纯的就只觉得我想换一换，就这样而已。可是从命运之轮的改变、命运之轮的影响来说，这些都是他精心去影响你内在直觉的一个选择的改变。所以为了什么？为了让你们重复遇见，更多的遇见，这样他在帮你们对齐。所以第3层讯号开始会有一些互动，就是绝对不会聊很久，都是1、2句就结束。比如说电梯门进去刚好帮你按开，然后谢谢，然后什么什么这样，然后你也在这里工作，然后差不多这样。然后或是已经是同一个办公室，就说你今天忙吗？今天特别早来，就这样，就这种。然后或是你可能参加一个团体活动或者参加一些课程的时候，然后对方可能回答了什么问题，然后你可能会去补一句说，其实你刚说的蛮好的，我喜欢你，我很喜欢你的点，你的论点，然后他可能也会在你发言之后也会这样说，我喜欢你的观点，我喜欢你的这个说法的方式，我觉得你讲的我支持你之类的，那种非常小的互动，所以你会发现他不是很爱强化的人，反而是喜欢让别人说完话之后他才接，然后你也不用在这一个月的时候特别讨好谁，自然的回应任何人然后他那边也会给你很好的回应。第一个月我觉得并没有那么容易去确定是这个人是那个人，反倒是你的能量各方面都在微弱的、微小的在散发出去，去跟对的人在对齐中。你可能很难觉得是谁，可是你内在的灵魂能量已经知道是谁了，这样。所以，但是我还是相信你
大概会知道是谁，因为它会有一个亮点啦。然后宝剑四的逆位就在这个月的时候，还是会出现一些比较阻碍的部分哈，有点小小的卡住。通常大概会在第二周、第三周中段的时候啦。如果以能量这样排列顺序强弱的话，我觉得大概会在第二、第三周的中段的时候，你们在这之前应该还有蛮多的互动。可是宝剑四的逆位出现的时候，就有可能会突然消失，少了什么？如果以前2周的互动的频率的高低来说的话，到2、3周这里就来降落。好，那其实宇宙在调整一些步伐，或者找到更好的路径，再选择更好的路径。就像那个2个岸边中间有那个桥，然后它可能要通的时候，不是桥会打开嘛，然后接起来，然后车才可以过嘛。它这个瞬间就可能就是这个桥正在转弯，桥正在组合这个部分，在调整步伐了。你可以在最简单就当成红绿灯就好了，当成红绿灯。可能到了某个时段，到了某个时间点，车流量多了，然后警察就过来调整一下那个红绿灯的节奏，这样差不多是这样。他没有要退去，没有要退去，只是调整，所以是为了之后的感觉做一个更舒适的方向。那么倒吊的逆位这个时候出来，它其实有点特别在提示你说，不需要脑补太多，就先自然的展现自己就好了。把你的注意力还是拉回去自己的运动啊、睡眠啊、饮食啊各方面工作这样子。核心在于，你只要整个能量越稳，它就越难越忽视你的存在，然后会越来越想要把你看清楚。这样，如果你放成是你要去寻找它，那你会变成漂移的状态，它会模糊掉，它不会比较难寻找你。所以我觉得，如果从这里实际的每周看的话，还是可以分出一些分类了。第一周的话，可能就是你们彼此会在彼此的雷达上面亮了，然后有印象，但没有很确定。对他而言，他会觉得说，这个人感觉还不错，有好感，但是互动很短，然后话也不多。我讲过了，第1个月核心在于被看见，更何况是第一周这样。那到第2周的时候，应该会有一些互动，然后可是就是基于前面的那种小对话，没有意义的小对话，只是在建构你们的能量，在搭桥。就说能量要2个要流动，可是当你们对话的时候，就有一个实际的桥，让能量流得很精准、很快速。所以不需要特别去强调，或是感觉，或是去强化你的个性跟任何人。你只要回应的跟任何人的回应都更自然，不用去延长话题，话讲完了就走，然后维持你原本日常舒适的样子，越舒适越好，越自在越好。不要因为这边看到牌了，知道人在附近出现了，就东张西望的有点患得患失的，这样不需要。你原本的样子就很好，因为原本样子就是最高分的样子，在他眼里这样，因为你已经在他眼里出现了某种亮点了，他会自己自动来捕捉，你不用特别去捆绑这个能量。简单来说，你心里可以有所期待啦，但是不要因为这个期待去制造更多的或是新的动作。从第2周开始了。然后到往第3周开始，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宝剑四的逆位的能量会出现，有一点小小的调整因为前面好像前2周有一些试错过了，然后那边再调整，让品质变得更好，这样，所以不用太在乎，反正也不过就1个礼拜、2个礼拜的时间这样，你不用太过觉得有什么事情太过改变，因为能量的改变我都会把它抓成是说1个月2次，2个礼拜2个礼拜这样，然后大的话就3个月1次这样，然后每个月会有一个小小的结论。所以，能量的变化的时候，给它一些变化性、调整性，这样都 OK 所以第1个月大概就这样，到第3到第4周会有一些调整，会有一些小小距离。可是到第3周快结束前的时候，可能就会开始有一些比较好的品质的对话，然后会有更深的互动，对话的内容比较多了会开始聊一些背景或是你在哪里，好奇心就开始提升，然后不再只是礼貌的问候了。因为到第4周的时候，选中皇后的能量也会出来嘛，它会让你们2个人在这更多表达自己的能量，然后会有一些幽默的回应啊什么的不用特别去把这个关系拉起来，只需要确定跟肯定这个人有在你的生活里面了，他在哪个位置，这样就可以了。距离这件事情也不用特别的拉近因为你们已经够近了。那回到距离这件事情的话，它可能会有3个变化啦，就是如果是物理上的变化。它开始会变近本来是远远的在看，现在可能就都会在你的生活附近移动这样，所以它在你的生活圈里面，可能工作圈、朋友圈都还蛮靠近的。然后
我认为工作圈比较近，因为这边一直有一个能量是它时常出现在你附近，好，所以你可以感受一下。然后互动上面，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内容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可是都是很生活的，跟感情没有关系，跟价值观没有关系，都是生活的对话。那么内在灵魂的距离的话，我觉得大概1个月之后，或是第3个礼拜之后，有些习惯性遇到的时间点重复了，你们彼此就会开始期待遇到对方，他应该会更期待你的期待，你的感觉，他那边都会比较多个10%、20%。所以就算不是每天都遇到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讲了嘛，有些时间概念你就把它放到2个礼拜、1个月、3个月这样子，它有一个流程，它不会每天改变，它不会每天会有一个大影响，不会啦，因为它有些能量，记得改变需要能量进来，那能量进来的时候会有路径，路径要干嘛？它会有行走的时间，它不会结束游这样，不会这样，它要转换，而且还没有强调说还有所谓的消化调和的时间。每张牌它有每个意识，但是每个能量都还在。四方能量风水火土，它要有调和的时间，什么能量进来，跟你的能量进来，风水火土有调和分配的时间，所以它需要一些转换一些时间，它需要一些发展跟推敲，要等一下，没有那么快。那心里的那个期待其实是星系牌的力量在出来了，但是星系牌的力量出来产生一种期待，产生一种类似愿望的感觉，所以会怎样？会有点不安心呐、因为愿望这个东西本来就很难实地抓住嘛。可是心里有所期待的话，就有所不安，所以这边才强调说，不用特别去抓住，你就自然的把自己的表达出来就好了。所以第1个月常常一般人对于刚认识的人，或是我们今天在看这个第1个月，好像会有一些误区啊，会有一些误解啦。我觉得你可以把它避开，就是避开，记得你什么时候遇到他，或是重复的时间遇到他，刻意避开，不要，他会打乱你原本的节奏，然后你会抓得更紧。当你抓得更紧的时候，你的思维就会有一些限制，有一些你只所期待的时间点，这样会影响什么？影响能量在各种时间点进来的入口，有些会被你关掉。你还是维持自己的日常就好了。巧遇都是因为能量在很对的时间让你们2个差不多遇见。要记得，对方也不会一直像机器人一样只在固定的时间行动。要随机性，信任宇宙给的随机性是有所安排的就好了。那不要把你已经感受到的接近之中，可能有一些停止联络、停止传讯息、停止打招呼、停止看到他3天4天，当成是这是一个能量上的被拒绝。不要误解，不要认为不顺利就是种拒绝。好，你还是要在自己的核心上面去做调整。这样，但是如果还是有一些方法可以让命运之轮的转得比较顺，有一些小技巧了，就是如果在对话的时候，可以往彼此兴趣的方式走。然后这个方向会比较大众化一点，就是对话的时候可能就会聊天就说，我最近看一本书，内容还不错你可以看一下，分享每个人都能接受的项目，一本书、一个展览、一部电影、一个影集，这是大家生活里面常出现的东西，用这个东西分享来去延续对话的内容，但也不要太长，差不多就好了，分享完就好了，不用深度讨论。那1个礼拜有1次不错的对话就已经很多了。再来，记得，如果一直在固定时间遇到，然后你又刻意的在那个固定时间去等待遇到他的话，其实反而会造成某种尴尬，因为人心里会觉得，怎么会变得硬邦邦的？即便是他先看到你，他对你的在意比较大，可他还是会觉得心里会有一种防御感，就是怎么事情变得很僵硬所以前面才说要很自然。即便你已经统计出大概什么时候可以遇到他，或是你真的很有感觉是谁的时候，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说，有时候我们一看牌，有些东西被我们看破了，但是记得不要用行动去把它打破，不要用对话把它说破，你要装作不知道，好好的享受这个过程比较好。因为宇宙有它自然的能量行走，他希望你不知道，因为他们的安排是最好的。当然的意识太多，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会要求你有些意识要去强化它。那可能是意识的能量比较薄的时候，我们可能用你去意识去强化它，去跟宇宙下订单的这个类似这个概念去强化它。可是大部分时间我都觉得像命运之轮、世界牌、审判牌这些的，
他们已经安排蛮好的节奏了。那你要当做不知道的去走，把心情保持的好一点就可以了。好，那么往下升的话，如果到进入第2个月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点点奇妙的温度出现了。我不会说这个是个暧昧，可是这个温度很类似暧昧哈。就这个人好像不再只是偶尔出现在你生活里面的人，而是会开始主动出现在你生活里面的人。到了第2个月，如果你们前面都比较有一些稳定的对话什么，他好像会去制造话题，会主动传讯息给你，会分享一些他现在的状况，甚至会传好笑的东西给你了。在同时的时候，记得一点，你会开始变得很敏感，好，因为节奏频率都已经不在规划里了，我会开始有点混乱，次数会有点多，频率会有点变高。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好现象，因为命运之轮已经开始在自己转动，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自己的思维去感受命运之轮怎么转动，它的节奏是什么。那你要关心的是你的在意度，好，就像我刚刚讲的，不要被牵着走，你还是要保持自己的节奏，这样知道有出现就好了，但不要被它影响，不要去刻意进入你所规划到的你以为的状况，这样你还是照你的节奏走就好了。好，可能会有一点点怕失去，但是我们要相信命运之轮，它的转动比我们所能做的选择更强啊。所以到第2个月的时候，大概事情会进入某种新阶段了，可是会有更多的不确定哈，可能会让你们比较接近，但是心里反而会浮现出新的拉扯。新的拉扯浮现就变成是说太接近了，然后以前旧的爱情的感觉，跟一开始跟别人谈恋爱初期的那种心理的拉扯，害怕最后会失败的那个拉扯就会出现。所以2个人都会有种靠近了、安静了、靠近了、安静了的状况，然后2个人在内心都会不时的不小心问自己说，是不是我想太多了？那以这5张牌来说，命运最给的答案是没有想太多，只是你的心里可能会太想确定，太在乎征兆，太在乎讯息给你的信号，好，然后你会想去吻合，这才是想太多。可是我们讲那么多，通常都是说保持自己自然的行走就好了，一切都是这样。因为你的自然的行走，有的时候是不小心顺着能量的流动啊。我一直说，我们一直捉摸不清楚能量怎么流动，所以你就自然的行走就好了。所以到第2个月的主题比较像是说，在这些不确定之中站稳脚步，好，然后因为宝剑四里面仍然带着某种风能量的焦虑啊，然后还没有完全放松。他在正位的时候是完全放松到治疗，可是他到逆位的时候，他有很多的状况，尤其在这题，你心中开始有一些新的感受出来了，它变成什么焦虑？它会变成什么？无法自我治愈，无法治疗，这样，所以就变成是你想靠近，又怕被误会。所以第2个月的时候，开始会有一些感受比较深，你会开始发现它的好，它的可爱，或者是会发现自己的回应，本来想回3句，就开始在3句只回1句，这样调整过度调整。其实要控制自然，我知道很难啦，可是这一题还蛮重要的哈，因为在我这边看起来。命运之轮所带来的这个能量，从开始初期的时候，其实还蛮薄弱的。不是说能量很弱，而是它好像很容易被破坏掉。因为对方其实可能不知道你有来看牌，不知道他的暗汉事有这么多，他可能只处在一种你其实什么都不知道的状态。所以当你表现的你很在意，你很知道很多的时候，他反而会凸显出他内心哇，其实我还没有准备好可是对方已经在期待了的压力会出现。所以不需要哈，就简单的相处就好了。然后如果有他主动跟你聊一些更深的对话或什么，就给他很自然的你的想法就好了，很真实的想法，善意多一点的真实，很真实但很有善意，这样子就好了。然后不要把你的焦虑展现出来，也不要让你已经有的焦虑一直循环，赶快把它释放出来，或者释怀掉，就变成是就是不要去猜测，不要去钻牛角尖，你照你看牌之前所有的自然的自己再呈现就好了。你如何跟其他人互动，就怎么跟他互动。好，然后倒掉人牌的逆位，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说，其实到第2个月的时候开始会有点重新定义你们2个的发展啦。好，但是就是你们的相处会有一些小改变，但是信任感会开始增加。然后不要把那些你抓不到的东西当成是否定就对了。然后权杖皇后这边再提醒你说，你不需要再等待被选择，因为你本来就是这一次的遇见的核心啦。因为是他先看到你，是他先有靠近你的。
然后你是被动的发现有这个人在靠近这样。所以这段关系能不能开花，其实取决于你自己能不能保持那种平稳的自信啦，不要被打草惊蛇啊。你就适度的表达你的想法，你怎么去适度的表达，跟你平常同事朋友就好了，不用到闺蜜，不用到挚友，就平常一般人的聊天的节奏程度就好了。然后，如果你真的在某个人身上感觉到聊天很舒服，你就直接回他说：“哦，我觉得跟你聊天还蛮开心的。然后是什么？你今天救了我这一天，这样之类的。你今天让我觉得很舒压了，就这样很自然的就好了。”好，那如果真的到了第三个月，不是说真的到第三个月，就是说这个节奏还蛮平稳的，进到了整个第三个月哦。我觉得运营之人开始会转到比较要带你们进入要找到共同节奏的路径了，所以他的主动性应该会变高，有可能会邀请你了，去外出看电影、吃饭各方面的。然后他想要增加更多的随性聊天的时间长度，也想要互相了解了啦。好，然后其中可能包括未来的想法、生活的习惯啦、家庭背景啊，或者甚至过往的爱情啊这些。他其实不是要去探查你、八卦你啦，他只是也算是简简单单的闲聊，就朋友般方式的闲聊。他其实没有特别的目的性。有的时候我们跟平常朋友聊天，第一次认识就会聊到这么多了，不是吗？可是今天因为知道这个人存在，感觉好像有一个步骤，就变成好像是都要变成绑手绑脚的。其实不用啦，想聊就聊，但不要强化，不要美化就好了。好，那到第三个月的时候，我觉得星星牌的能量就会变得比较亮，它会让他至少他那边会比较有方向感。要先做比较好的朋友，还是慢慢进入到能够谈心事的朋友，他那边会比较多方向感。但是要到告白，我觉得还有一段时间。只是他的态度会越来越明朗，他的关心或是重视你的存在会越来越明朗，你会感受到，他会主动邀请你，主动安排时间，然后有可能看你的 po 文限动，他会主动关心这样。不要太排斥这些，也不要太期待这些，有来就简单回应就好了。记得我要说的是，你怎么对其他人就怎么对他，在这几个月，因为真正的好能量累积的核心重点是在他那边的感觉，他的慢慢的靠近，但他也有可能会因为某些打击或太过压力会拖慢时间，会跑掉哦。因为我刚刚说这个能量是很薄弱的，因为这个3个月可能就初期的靠近这样。那只是到了第3个月的时候，会有比较多类似我有在乎你的能量跟讯息会跑出来。所以，如果你已经感受到他有比较在乎你的时候，其实你要做的事情不是加快整个关系的节奏啦，而是继续维持你的人的自在跟坦然，然后不要过多的期待，也不要装作比如说有些对话的事情，你本来蛮在意的，然后他可能快踩到你的红线，或是讲到你喜欢的东西，他不喜欢这些的，你也不要假装不在意，你就有善意的回答他说啊，其实我跟你想的不太一样，我可以跟你讲讲我的想法吗？也许你有误解哦，我可以帮你打开新的视野跟新的感受，我给你更多的资讯，讲让你看能不能说服你去重新喜欢那个你不喜欢的东西，也许类似可以这样真诚的善意的回答就好了，好，但是不要假装没感觉，不要假装回避这样。因为这段关系从一开始第1个月、第2个月到第3个月，都是这是在为了你们2个人的真实度在打基底。好，它会很影响后面有可能要交往的时候的关系的基底。好，所以前面才有很多的讯息在告诉你说，自然的展现你自己就已经是最好的。所以如果从这里再往下看到第3个月的话，2、3个月这样下来，反正就是会开始走到一些比较，有比较多的共通的节奏的部分。哦，那时候在谈论到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都是非常自然而然的啦。只是它有一个小东西要小的注意一下，就是如果关系的进展超乎你的想象，可能以你的内在觉得它可能是要到4到5、6个月的时候，它比较接近、比较频繁的接近的话，如果到第3个月就变得比较快的话，有可能要维持一下节奏，你可能要刻意维持一下节奏，因为有可能命运之轮转得太快了，然后你们没跟上。那之所以这样子，才会有宝剑4的逆位出现。那这个时候的宝剑4的逆位的焦虑就有用了，它就会让你知道说，你们的进展，你脑袋突然闪了一个，或者说，我们最近见面的机会有点过多，然后感情的进展速度有点过快。通常是不会思考到这个问题的，但是如果你突然思考到的话，那就表示宝剑4的逆位跟倒吊人牌的能量跑出来，它在让你
提示说，命运之轮转的有点太快了哦。好，命运之轮转的有点太快了，因为不是说命运之轮转得太快是个坏事，而是命运之轮有的时候看到的比未来比较清晰，然后反而变成是这个过程就变得很狭小，然后命运之轮的能量就转得很快，然后你们会跟不上，会跟不上的原因就变成是会做错一些小事情，就是好像好的能量用得太快了，好像太快变得更好了。好，有些过程的感受跟甜蜜、欣赏美好的风景，不是开快车的时候可以看清楚的，有时候可能是要坐一个小小的小船、渡轮，或是比较慢速的火车，才能够欣赏完那整个风景。哦，那命运之轮有时候太快的时候，因为他太明白知道目的地在哪里，就突然会变成忘了你们要享受整个过程里面的那个风景的美好。所以，如果到第3个月要进入第4个月这段时间的时候，发现你们的关系变得急速变得很快的时候，然后你脑袋突然出现觉得好像关系进展有点太快，即便你跟你的朋友聊天，就会别人说：“我们的关系跟有好多变得有点太快的时候，这概念出来的时候，那就是宝剑四的逆位跟倒吊人牌的能量出来了，就是说，可以慢一点点，大概有这样子的意思了，那就慢一点点吧。记得那个风景，有时候慢慢的相处制造的那个风景的场面，可能就是你们后来变得比较好的时候再回味的一些东西了。好，怕前面走太过，然后可能还有一些想要聊的事情，可以在这出现的时候聊比较多。因为未来的时候，可能相处变得越来越熟悉了，可能就不会那么多的深聊了。哦，因为好像相处的时间多，就太了解对方了，结果深聊的次数却反而没有一开始认识的时候这么多。甚至有时候可能确定关系，还在确定要不要交往，在走入爱情的关系的时候，也可能就在前面交往的时间的时候聊比较多，确定关系之后反而聊的比较少了。好，所以还是一样，前3个月真正的建议还是以自己的回来自己的生活重心为主。你想去健身就照你的时间去，你想去旅行就照你的时间去，你想投入你真正的兴趣，比如说去学烘焙什么的，你自己去上课程，你就照你的时间去。不要特别的去等待它的固定时间，然后你要去做搭配。譬如说，你想去旅行，可是这样子你会跟他有1个礼拜或多久没办法跟他有在生活上常常见面，不用管，你就去，好，你就去。然后去旅行的时候也不用特别挂碍说要去看他的讯息有没有传给你，不用去投入你真正有兴趣的事，因为这才前3个月，要回到自己的个人的自我价值里面，然后这才会让你慢慢的不会那么焦虑跟他的距离啦。然后命运之轮会找到你们的新的节奏，会给你们新的转动。哦，所以我觉得经历这3个月之后，心理层面应该会有一些5张牌可能有一些提示哈。可能在心理的层面的话，就是这3个月可能要开始学习信任一个你完全不认识的人在你的生活里面重新出现，这样，然后学习如何好好的保持自己内在的一个平稳哦。那情绪的层面的话，就是记得要放开你那双手，不要那么控制自己要对的时间遇到他，控制自己要在什么时间看他的讯息，因为知道什么时候你们会有互动，固定时间会有互动，所以在那个时候就去等他出来跟你互动。这种控制自己跟控制整个场域时间表的那个控制欲要给它降低，因为这个是你所有的焦虑的来源。因为他只要不符合你的期待，就成为焦虑，要小心。一焦虑会怎样？会急躁。然后你就顺着命运之轮的快节奏走，然后宝剑四倒吊人的缓速你就感受不到了，那就会怎样？会弄巧成拙啦。哦，再来灵魂的层面的话，我觉得倒吊人牌的逆位跟权杖皇后有给你一个共同的讯息，就是不要迎合对方，不要迎合对方。爱情的核心能量不是牺牲，而是要产生共振、对平。然后对齐，这才是重点。两边各50%，就这样，不是说你60他变40，没有。爱情的核心价值是一样，要平衡。所以这些东西你都保持好的话，我觉得那个吸引力就会存在，它很难就在这3个月慢慢下去之后，慢慢的就走到对的位置了，慢慢就走到对的位置。所以我觉得第2到第3个月。不同于第1个月的，比较像是说心里所抱持的某种爱情的希望，好像会转回到真实了哈。因为西西牌会让你的怀抱的理想有所显化，但是虽然没有魔术师牌的这么显化，但是至少信心的能量有出现，有接到了哈。那我们就期待命运之轮怎么把它显化到最好的时间点绽放。这样，虽然宝剑四的逆位会让你看到自己的某种焦虑跟不安。可是倒吊人他出现逆位了，他告诉你说不用担心了，你还是会有一些新思维跟新视野去看待这一件事情，可是要放轻松。
然后权杖皇后在这边最后再提醒你了哈，记得不要成为别人心目中最完美的人啦。你要成为的是你现在轻松自在、坦然的自己，你最喜欢的自己的样子就可以了。尤其现在才在初步，不要改变这么多。好，那这就是3号牌的所有讯息哈，希望给你一些乐观的方向的期待。3号牌蛮多的提示跟建议哈，你可以想想看。好，那就这样，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